大家好，我們是探路者，進入你的世界。今天呢，我們要進入一個比較無聊的環節，但是很重要，很重要，這真的很硬。今天的課會比較稍微冗長一點，然後比較無趣一點，但是這個對你以後對顏色怎麼調配是很重要的。不管你是筆塗或噴塗，就是對原色上你必須要有一定的敏感度，才知道怎麼調它的顏色。對，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們今天就直接來進入这個無聊的環節，但是我們會盡量讓它不無聊一點。好，那就一起來看吧。那我們現在要來介紹什麼叫做色光三原色跟色料三原色。那它色光三原色呢，就是紅黄青，就是 RGB。那它这個顏色也可以混出所有顏色，但是所有顏色混來最後就變白色。然後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要要講的色料三原色，它就是洋紅、青跟黃。那它所有的顏色混起來會是黑色。那很多前輩大佬他們就會說，你只要有這3種顏色就可以混出所有顏色，是對的，沒有錯。但是特別色是混不出來的，比如說像金色、銀色這種顏色是混不出來的。然後還有一些比較奇怪的熒光色這樣子。那我們今天會演示一下，用色料三原色去做應用這樣子。我們有一個比較方便的東西，我们就直接來。對，這個是摩多的色料環，那它直接就是有這邊哦，基本的你看紅色是吧？對，然後藍色跟黃色，然後還有跟你說藍色加黃色會變綠色，紅色加黃色呢會變橙色，然後藍色加洋紅會變成這個比較偏紫色的這種顏色。反正它就是兩個相加就會變出第3個顏色，对不對？那這個叫做所謂的色相環嘛，那這是色調的基礎，就是紅，然後橙、黃、綠、藍、靛、紫，都靛紫在這邊。對，這是彩虹的顏色，這是你所有基礎的顏色都在這裡。那再來衍生過去，我們等一下會演示哦，就是直接拿這一罐黃色，然後還有這罐藍色，然後還有這罐紅色去做演示的部分。那再來，剛我們講到說，這個是所有的色料的基礎嘛。那你其實你還要再加上2個顏色，這個黑跟白，黑跟白，這個黑跟白才能夠調出你的明暗度。就是你如果加白，它就會變淺，對，它就會變淺，然後加黑，它就變深，會往中間走。這是往外擴跟往內縮的一個概念。好，那我們現在來試一下這個部分。而且它這個很酷誒，它這個還有寫它的色號。就是你每一瓶顏料的色號，你就直接去對應它。這個我覺得非常方便。然後它這邊有寫它的白色啊，它的黑色，加過來會變成這樣。然後這個色相環哦，它其實就是在我們這個摩多的這個盒子的內側，是非常方便。如果你有買一整盒的話，它裡面就有色相環讓你參考。所以我就照着這個色相環上找到020，這就是它的洋紅色。然後52就是它的藍色，黃色，對，50號就是它的色料三原色，紅色、黃色跟藍色嘛。對，那我們現在來混看看，就是兩個如果混在一起，我們必須要洗乾淨，要不然顏色會變得難看。你看紅色跟黃色跑出來就是橘色，對不對？那藍色跟黃色變綠色。那你今天在調的時候，等一下我們再講一個重點，這是綠色，再來是紅色跟藍色，紫色，這是紫色。你紅色可能加多一點會比較有感覺，加多一點會比較有感覺。這樣有沒有紫色？就是這1:1的狀態之下跑出來的就是這個顏色。那如果你今天這個紅色比較稍微多一點的話，就會更紫一點，更紫，它會更紅一點的紫色。但这就是紅色裡面帶紫色，那藍色裡面，紫色裡面帶藍色，是這樣子。它就會偏藍。那一樣哦，這個都是一樣的道理，就是你只要在中間，它就變藍綠色了，變成另外一個顏色。
那你可以有無限的中間色，你可以任意的一直調整。這個就是最基礎的，你想要往哪一邊走的話，你就是要加它的原色系去跑，就是加你一開始設定好的紅黃藍。所以主要你這邊調網，它會變成一個彩虹的閉環，它會變成一個彩虹的顏色。這裡先講一個概念，不管是油性還是水性都一樣。你今天在調的時候，只要是1:1，它就是會兩個就是會是正常的比例融合，比較純的顏色。我們剛剛是拿了3罐接近純色的東西在做給你看，但是你今天你只要拿出来的顏料，不管是哪一罐，它都是2次色。所謂的2次色就是它可能藍色裡面含了一點綠色啊，或含一點什麼顏色在裡面，它就會變成別的顏色。好，來我們看一下這個為什麼剛剛調色黑色、白色，然後調出來會變紫色？就是因為這一罐黑色不純，這一罐不是純黑，它裡面有加別的顏色。這個裡面是有別的顏色，對，我們拖出來給你看。這個就是所謂的顏色裡面有另外一種顏色在裡面，你有看到這個？你把它變淡就看得出來。你把它變淡，你就看得出來。對，這黑色裡面是紫色的東西。好，那我们現在來講無彩色的部分，就是我們顏料呢在不降低濃度的情況下，要調整明度，就是要利用無彩色。這樣子，這個是白色，然後加這個就變灰色。對。然後你白色加的越多，就越灰白，越灰白。好嗎？只是加稍微多一點而已。我們都不是就是一大坨下去加，加一點點那就會變色了。你不管是什麼顏色，只要加一點點，就會有一點反應在裡面。所以如果你在調色的時候，你不能夠就是好，我削雞機拿來就直接就給它灌下去，這樣子你就會得到一罐很黑的顏色。你只要顏色加的越多，它就越黑。因為我們這邊有看到嘛，這邊只要所有的顏色混在一起，它就在中間，它就變黑。對，很深的一個色料上面很濁的顏色。髒髒的這樣，髒髒的這樣。這個黑白就是讓你調整，在你這個濃度不會變之下，讓它變淺色。對，那這個所謂的淺色，它是彩度降低，明度提高了。這時候我們就需要先來了解一下什麼是明度，什麼是彩度。明度就是所謂的明暗度，明亮的程度，对，就是所謂的黑跟白這個部分。那運用過來就是所謂的，就是從這一個黃色，你這一支選定的黃色，然後把它變成黑的，然後跟變成白的過程。那它這個黃色加了白，它就會變成淺黃色。那這個黑色加黃色，它就會變成一個有一點綠綠的黃。因為它的黑裡面有綠，它就會變成有一點點，就是反正這是一個很髒的顏色。所以你今天你再加淺色系你要加黑盡量我們不會這樣子用。因為這樣會顏色會髒髒的，很髒。有沒有看到這很髒？你任何顏色都可以加白，它不管什麼顏色加了白，它就會變淡。其實我們在調整明度的時候，白色是比較安全的，因為白色就是白色。可是黑色，因為它要製成黑色，它裡面有混3種不同的這個3原色在裡面，所以黑色主要容易髒的情況會比較嚴重。對，會比較嚴重。你加了黑色會比較髒。對，可能它廠商裡面就是它，比如說這個黑色，它裡面就有點紫了。這個廠商的黑色可能有點綠。對。那今天我們會跟你講說，不管你是哪一家的漆都一樣，你在加色的時候，你要暗色的話，你寧願去挑一個比較暗的顏色，你也不要拿原來的顏色直接加黑。你可以加它對面的顏色，讓它變暗。對。那藍色的對面是紅色，你可以加它對面的顏色，互補色，这個叫互補色，讓它變暗。
我們這個黃色啊，然後它的互補色是那個紫色嘛，對，調這個紫色。它呈現有一點綠的狀態，然後這個就是它的深色了。然後我現在把黃色丟進来，這個紫色的，它是這個顏色。對，這樣比較乾淨，比較乾淨。因為你看，你剛剛直接調黑色，它是有點綠綠髒髒的，可是你用互補色去調，它就變成漂亮的這個過渡。對，它會變得比較好看。那你要不要再試一下藍色？你要藍色就直接紅色、橘色。这个就是這樣子的顏色會比你加黑色乾淨一點，來得乾淨，它不會那個很多雜色的感覺。對啊，真是就是你這個要加多啦，不是就比例要這樣子而已，就是加多一點。但如果你真的要加黑色，也不是不行。你的黑色就是所謂的什麼叫做加一點叫做這樣，一滴一沾一下就好的程度，這個叫做一點。沾一下就好的程度，這叫一點。OK。那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那種鋼彈的那個說明書裡面寫一個少量，什麼叫做少量？就是如果你調了10毫升的話，所謂的少量就是跟剛剛一樣，一個筆尖的大小。所以它這邊有寫 blue 少量啊。對，谷類5%， blue 少量。對，這個少量的意思是說一個筆尖這麼少的量。沾一下，或者是你的調漆棒沾一下，一個小角的沾一下，然後就給它進去攪一攪，它就會有顏色變化。然後只是這個顏色變化是不是你想要的這個顏色而已。那你調完之後，請你一定要噴出去。你如果是調漆的話，一定是要用噴的，噴下去看看那個是不是你要的顏色。因為在漆罐裡面，很常都是你看到顏色會有一點點跟噴出來的顏色有誤差，因為它可能沒有溶解的很乾淨或怎麼樣。對。那我們剛剛可以知道，所謂的明度就是加黑白或者互補，然後或者是互補，這個就叫明度去調整。高明度或低明度。對，那什麼是彩度？彩度就是你顏色的鮮豔的程度。在我這裡的理解叫做你任何漆料它都是調好。為什麼市面上要有這麼多漆料讓你選擇？就是因為你拿到這一罐或者是這一罐，就是這一罐彩度的頂點。它已經不會再鮮豔下去了，你再怎麼調都不會鮮豔，只會變爛而已。只會降低，只會降而已，不會升了。對，所以你任何一罐漆都有它存在的必要，就是這樣。因為你只要調的越多，它就越爛。越髒了。它就越髒。好，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就是所謂的比較基本的配色理論。你只要不要跑出這個範圍，就不會難看到哪裡去了。好。那它這個就是所謂的，這邊有寫主色，然後副色跟點綴色。那它的主色大概要佔78%。什麼是主色？我們來看這個立鋼彈。立鋼彈主色就是就是白色跟藍色。你看這裡兩個加起來就是幾乎佔了所有的顏色了。那再來第二個是副色，副色就是這個紅色，這個會佔的比較少。那再來。第三個副色是黃色，這個佔的比例大概跟紅色差不多。它有點像點綴，我覺得。對，那點綴色其實不是這個點綴色是什麼？知道嗎？點綴色叫做亮點。亮點。亮點，所謂的亮點就是你在讓人家看你這個作品的時候，你希望人家第一眼看到什麼東西？那我知道了。以立鋼彈來說，就是這個綠色的東西。這個如果你塗得很亮的話，你馬上第一眼就會看到，這個就是點綴色，而且它佔的比例會很少，最少的，對，它佔的比例會很小。那這樣這個高蓋卡的格里迪哈馬戰車，它的主色就是橘色嘛，對，橘色，那它的副色就是這個紅色跟這個黃色、金色特別色。
對，但它蠻相近色，然後就搭配這個五彩色去做搭配。對，那這個你看這一個黑色跟這個黑色本來就是輪子就是黑色，就沒什麼好談的。那它的另外一個副色是这個金屬色，對，这金屬色占的比例很小，金色占的比較多，比這個它這個銀色占的比較少，然後你會有一些銀色在這裡。那它的亮點在什麼地方？它整支已經是橘色，橘色就已經偏亮了。這個，那所以它的亮點是在這裡，綠的。然後你看這邊有一些很亮的綠色。哦，他們這邊很亮的綠邊。我推薦一個很有趣的道具，這是 MAD 跟那個崇先生他們兩個合作的一個產品。那這個是一個配色表，它有2張這種透明，這個是純色的然後這種是比較淺色的。我們今天先選一個顏色，我們今天想說我們要做一個藍色的東西，藍色我們假設是這一個，我們喜歡這個顏色，那我們就去把它放好。你有看到嗎？我們剛剛選這個顏色嗎？他就幫你配好了，他就幫你配好是這樣子，這怎麼那麼好用？然後或者是你可以移动，你可以把它轉個方向，它就你比較想要這麼深，就是想要往這邊走的話，它就會跑出另外一個。它是每個格都可以對嗎？然後你在剛剛那一格，你看一樣，我們在做同樣的事情，你把它移動，它就會幫你調好。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好方便啊！像這種也可以用，然後像這個也可以用。那你看，它這個是4格。那個藍色主要這個，好嗎？它就會幫你挑出4個顏色來。太好用了吧？這個是一個配色方案的做法我覺得這個是還是蠻有趣的，很酷它有不同的，它有附不同的這個然後你只要對上去，它就會，你只要對上去，它就可以幫你挑好。好厲害哦，神器耶！然後這個東西，其實你自己也是要那個一開始的色彩學要先學一下，再使用這個東西會比較好。他會幫你。可是他為什麼配的都是比較曖昧色的？沒有，可以啊，是因為這個你可以跳啊，你可以跳。這不是曖昧色的問題，是轉方向就好了。我知道了，是因為轉方向，然後再加上它的形狀不一樣，對，它的形狀不一樣，你可以讓它直接，你可以自己找，你可以直接自己找。反正就是一個是固定的嘛，你要的那個顏色固定了之後，它就會幫你跳出另外一些顏色。就是你自己轉的問題。對，這是你自己轉的問題。這個東西是可以調整旋轉然後你可以去用的。這個好用。這個是蠻好。這個也是一樣嘛。然後這個也是一樣。這也是一樣的東西。然後這是淺色版。對。這一塊工具，你在某些店裡面，或者是在他们就會買，就會有一個這個墊板。對，就這個會附這個嗎？會，他會附這個給你。所以買這個會附這2張。對，這個其實還蠻好的。我們介紹一個比較好玩的道具，這是9527出的一個攝像環的旋轉盤。那我們來轉一下這個東西，看一下這個最外圈這邊有紅色、黃色、藍色，然後白跟黑。紅色你就往這邊轉，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另外一個顏色加紅色，它就會變成這個。然後像是如果你想要知道黃色的結果的話，它可以沿着這個攝像盤去跑，那這個加這個就變這個，變綠色。對，所以這樣你調色就有個依歸嘛。那如果你今天是黃色，我要用一個暗色布去跑，它加紅色，就是加紅色，它就變這個。那它這個反面的東西，它也這個是明度。對，比如說有加白，我剛剛看到寫加白。那它這個的玩法是在這裡，一邊是加白色，對，一邊加黑色。那你黑色加的越多，就變這個顏色。那白色加的越多，就變這個。所以這樣蠻好的，一邊是看色相，一邊是看明度嘛。然後就是轉一轉就知道這個顏色。那這個小道具是有在賣嗎？這個小道具有在賣，你就可以去9527那邊買。這個還不錯，我覺得。這叫什麼？攝像？這叫攝像盤。好，我們為了讓新手不要顏料呢越調越大罐，我們這邊中仔會跟我們分享一個小撇步。
假如說我們今天要調粉紅色，那要怎麼樣讓粉紅色不會越調越大罐？還有一個先後順序，叫做紅色加白色跟白色加紅色的差別。我們都是倒同樣的量，就是我們现在紅色倒下去，然後因为我們也不會知道說要加多少才會進入到所謂的我們想要的顏色狀態，所以我們就只能夠加嘛，對不對？你看喔，現在是紅色加白色，它的顯色速度會很慢。我要加很多白色，你看它只能夠慢慢的变淡，对不对？所以你现在這樣就調。你看我現在就已經加了一大堆，對，越調越多。但是如果你今天反過來，先加白色，先加淺色，然後紅色用沾的，先沾個2滴，它馬上就會變成你要的顏色。這樣你有了解其中的差異嗎？我懂。如果剛剛我們先丟了紅色進去，大量的紅色進去，然後再倒白色，白色要倒得更大量。對。那如果今天我先倒了一個淺色的白色進去，那我只需要少量的紅色就可以達到我要的效果。而且你的那個顏料的損耗也不會那麼多。對，我的顏料會損耗的相對來講會損耗很少。對。這是在一個你完全你要調整顏色的時候的一個小思維，就是你先拿淺的去放，然後再放深的進去。先倒淺色，再倒深色，可以讓你顏料比較小罐一點。你這個顏料就會小罐很多。對，不然你每次調到一大罐，要不然會很大罐哦。就是你看，像這個紅色，我現在要調到這個顏色，我可能整塊白色都要進去了。對，才有可能會到達這個紅色。如果你今天只是要用一點點的量的時候，你就要用這個方法去做，要不然你會調到超大罐，然後你那個顏色還不知道怎麼，後來還不知道怎麼辦。好，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那介紹了這個調色，還有一些色彩學的基本的一些概念，那你們以後在調色啊、塗顏色的這個前面有一些預備啊，或者一些參考這樣子。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請幫我們按讚、訂閱還有分享，那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我們是探路者，進入你的世界，拜拜。拜拜。